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点亮。今天我想继续跟你来分享一个简单版的赛车游戏。这集影片是接续上一集的教学，如果你看到一半觉得不太懂的话，也可以先回上一集去看，或者如果你对 Scratch 有点基础的话，继续看下去也没有问题哦。在这集影片，我们会在赛车跑道上设计并创造好玩的元素，增加泥巴障碍以及加速箭头，来让游戏更好玩哦。说到要在 Scratch 上进行设计与创作，就一定要来认识一下 Scratch 的创办人 Michael Resnick。诶，他是谁啊？好像有看过他诶，他就是 Scratch 的爸爸。哇，他人看起来好慈祥啊，一定很会带我们一起玩，一起学习。没错， Scratch 就是因为有他才那么好玩，那么好学。Michael 出了一本书叫《学习就像终身幼儿园》，简单的说就是幼稚园的学习模式，很适合所有年龄层的人来学习，不仅适合你，也适合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Michael 发现幼稚园的学习模式是最好培养创新思维以及创造的能力。那为什么大人都一直在讲创新，一直在讲创造的能力呢？因为这些能力是机器难以取代的能力，不仅对小孩重要，对大人也很重要哦。Michael 总结幼稚园的孩子经常在做的4件事：第一是设计，第二是创造，第三是实验，第四是探索。如果现在有个孩子，他想用乐高拼一个玩具，在没有大人帮忙的情况下，他的心中会勾勒出想做的东西，这个也就是设计。于是他就开始动手创造，做的过程会实验看看，拼拼看，跟想做的东西有没有不同，于是就进到探索的阶段。孩子觉得好玩，就探索出更多创意的新奇想法。所以我上一集才说，赛车轨道要怎么设计、怎么画其实都可以。在 Scratch 上，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创意，没有对错，只要你设计出来的游戏自己觉得好玩，别人就会觉得好玩。所以记得把做好的专案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加入一起来玩吧。这边要带大家复习一下上一集我们在教什么。各位可以看到有2个区块，分别是上面的这个区块跟下面的这个区块。一个区块代表一个功能，那上面的这个功能在做什么呢？这个功能其实就是让车子自动往前一点。这怎么说呢？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重复无限次，然后里面有一个移动一点，就是重复移动一点。那是往哪个方向呢？就是它这个上面面朝90度，往90度的那个方向，并且是在一开始的这个坐标的位置，从这里朝90度一直的往前。下面这个功能是在做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很快看到这里有4个判断条件，4个如果那么。很快的看到，如果这个后面接的这个条件，我们的这个侦测条件都是什么键盘被按下？第一个就是按下左键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事？
就是赛车让它左转5度。第二个按下右键就是赛车让它右转5度。第三个按下空白键会做什么事呢？你可以看到这个移动1点。我们刚刚已经不断的往前移动1点了，对不对？按下空白键，再让它多往前1点，就是加速的意思。第四个按下 B 键会做什么事呢？移动-1点。本来在移动1点哦，现在-1点，1跟-1两个做相加就会抵消，就是等于0，就是会停止的意思。好，很快的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你看我现在都没有动它哦，它自动往前。然后我们按左键往左转，按右键往右转，按空白键往前加速，再按 B 键，就暂停了。好，我们就复习到这里了。我们正式进入本集主题的第3阶段，设计游戏输赢的条件。还记得前面是不是提过游戏要怎么赢呢？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哦，是不是赛车开到终点，碰到终点的红色就赢了？那游戏不小心输是怎么输的呢？是不是赛车出界碰到草坪的颜色就输了？这边终点的不用红色也是可以的哦，因为真实赛车跑道上的终点线是黑白格子组成的。我这边用红色来示范，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。做一个新功能，就要到黄色的事件拉一个绿旗进来，然后再到橘色的控制拉一个重复无限次进来。待会我们要重复的去判断条件有没有符合，有符合如果的条件，就去执行那么的程式。其实对程式来说，并没有所谓的输跟赢，但我们要告诉程式如何来判断输赢。想到判断，就要借助如果那么这个程式积木的力量。我们到橘色的控制找到如果那么，再到淡蓝色的侦测找到碰到颜色。我们要碰到什么颜色呢？是不是要碰到终点的那个红色？我们点一下，用滴管去吸这个终点的红色。为什么要用滴管去吸颜色呢？难道我们自己去选红色不行吗？如果你自己要去选红色，就要记下刚才我们涂颜色的参数。例如刚才终点的红色的参数是颜色3、彩度75以及亮度88，然后就要在颜色这边调整成一模一样的参数。所以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直接用吸管去吸我们想要的颜色就好。颜色选好后，我们来加一点音效来庆祝游戏胜利吧。我们点一下音效的页签，再到下方点一下喇叭的图示，选个音效。我们到搜寻这里打上赢这个英文字 WIN Win 来找找看。哇，还真的有耶。那我们在这个框框的右上角，滑鼠移到那边播放来试听一下。好像还可以耶。好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你也可以自己在上面的这些大分类去找一个你喜欢的音效哦。我这边先用 Win 这个音效来示范。
选择 Win 这个音效，再点一下程式的页签。此时到桃红色的音效，找到播放音效直到结束。这边有2个哦，记得要选直到结束这个哦。这个的意思是，在音效结束后，才继续执行下方的程式积木。好，我们在这个音效的选项里面选择刚刚的这个 Win。音效决定好了以后，就放到那么的这个区块里面哦。然后因为赢了，游戏就要结束，对不对？所以到橘色的控制，把停止积木放到音效的后面，这样游戏就会结束了。再来，我们要做，如果碰到草坪颜色，就是赛车出界，那么游戏就输了，游戏就停止了。这个跟上面那个判断很像哦。好，我们先到控制，找到如果那么，再到侦测，找到碰到颜色，然后用吸管去吸一下草坪的绿色。好了以后就去新增一个音效，我们点一下音效的页签，到下方这个地方新增音效。这次来选一个游戏结束的音效，我们立刻到搜寻栏上打结束的英文单字查查看 ，over over。没有找到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直接到最右边的这个滑稽这个分类来找，点一下。我们先来试听前面几个，听听看是这个好还是那个好。这个 bonk bonk 是不是很像撞到的声音啊？还不错哎。好了，就决定是它了。完成后，再到音效找到，播放音效直到结束。点一下选择正确的音效选项，将程式积木放到那么的区块里面。好了以后，我们要结束整个游戏哦。到橘色的控制，找到停止全部，放到播放音效的后面，作为真正的停止。点绿旗来玩玩看吧。好了，设计游戏输赢的条件就完成了。第4阶段，加入更多更好玩的元素。我们要加入泥巴障碍以及加速箭头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做加速箭头好了。这里会需要2个小步骤。第一是画箭头，第2是写程式。我们先来画箭头吧。我们点一下舞台，再点一下背景。选个颜色，例如我们选这个黄色，选择颜色以及调整一下颜色，再点一下笔刷，调整一下笔刷的粗细，我们调整为20。在赛道上画2个箭头。在这里，你可再不止一个地方画箭头哦。我们来多画几个地方，来增加游戏的难度吧。接着，我们要让赛车加速，在赛车身上写程式，点一下赛车。这边很重要哦，一定要记得点一下赛车。
不然我们会以为是切换到赛车的城市，但其实还在舞台区的城市。点一下赛车，我们要做当赛车碰到箭头的颜色，就加快速度。到橘色的控制，加入如果那么，拉进来。再到淡蓝色的侦测，找到碰到颜色，放到如果的这个区块，点一下颜色，再点一下吸管，选择箭头的颜色，再到蓝色的动作找到移动，放到那么的区块，把移动的点数改为2点。好了，加速箭头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来做泥巴障碍，步骤其实跟以上的箭头差不多哦。我们先来画泥巴，点一下舞台，再点一下背景，点颜色，选个泥巴的颜色。这里要选择以及调整一下颜色，再点笔刷，调整一下笔刷的粗细，然后可以开始在赛道上画一团一团的泥巴哦。这里你可以发挥创意，任意画，但记住不要把整个赛道给堵住了，不然游戏也可以玩啊，但可能会无法结束哦。接着点一下赛车，到控制找到如果那么，再到侦测找到碰到颜色，放到如果的区块，点一下颜色，再点一下吸管，选择泥巴的颜色。这里我们要到橘色的控制来拉一个等待时间进来，放到那么的区块。我们将等待的时间改成0.1秒。好了，泥巴障碍就完成了，迫不及待要来玩玩看了。动手玩自己创作的游戏是不是超好玩的呢？相信你一定也很有成就感。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就记得要点个赞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有趣好玩的程式教学，就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点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啦！